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3月30日，我们从全球媒体资源和独家专家分析中为您带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京杭大运河从浙江起点是有原因的。我们都是奴才的后代，中原地区有造反精神都被杀掉了，100-200年杀一次，蒙古人进来，满族人进来，过个100年动乱死一批，再过100年又死一批，有点反抗精神都被杀掉了，只留下奴才的后代。恐怕平原地区奴才的后代就更多一些，没地方好逃，山区还隐藏一些有造反精神的。浙江人能艰苦奋斗，中国人都能吃苦，但是山区的中国人更能吃苦。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些山区同学，一个学期他吃的菜就是干菜，就是菜晒干，然后放点盐炒一炒，没有油，一个学期都吃这个菜，米是家里带，如果买一碗青菜，对于他就是改善生活。80年代经济改革，万元户有点钱了，浙江人做生意到广东进货，一个编织袋放的都是钱，1万几万的，他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他们坐火车也不买卧铺票，能买到也不买，睡在火车座位底下，睡到广州。80年代我还算是有点体面的人了，律师出去办案也是睡在座位底下。对于浙江人来讲，这个很正常，就是生活非常简单，把事情办好更重要，或者说人人都有发财的愿望，有了发财的念头激励，其他的东西不讲究。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5。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中国正在派遣腐败猎手到你附近的国家。华尔街日报。中国正在派遣反腐执法人员出国追讨和追回被盗资产。执法人员将主要驻扎在中国腐败官员可能藏有大量非法资金的国家，例如20国集团成员，并将驻扎在一些中国大使馆。此举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加强其广泛反腐运动的一部分。自2012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在领导这一行动。然而，中国大使馆中的反腐官员可能会引起东道国的警觉，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安全部队试图在中国境外执行执法任务。习近平的新任副总理负责监管金融、住房改革。彭博社。中国新任命的副总理何立峰的任务是重建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价值60万亿美元的金融业的实力。为避免进一步的机构分裂，他将控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5个金融监管机构。据了解，他有权在各部门之间协调政策。报道称，促进外国投资、制定技术政策和税收组合也在他的议程上。Touchers Capital 的创始人表示，住房和金融责任的结合凸显了房地产市场及其监管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此外，据报道，前副总理丁薛祥将负责税收和技术组合。欧盟寻求加强对与中国敏感技术贸易的监管。金融时报。委员会表示，随着欧盟 EU 更新其安全政策，它必须开发新的防御工具，这样它的资本、专业知识和知识就不会增强中国和其他系统性竞争对手国家的军事和情报能力。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总统。例如，欧盟正在研究建立一种机制，以审查欧洲公司对一些可能增强竞争对手军事能力的敏感技术的海外投资。冯德莱恩在下周访问北京之前发表上述评论，这是他努力对中国采取比美国更明确的立场的一部分。欧盟正在寻求与中国合作，同时采取措施重新评估与北京的全面投资协议，提及贸易和投资如何对经济或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其中敏感技术、两用商品和涉及强制技术转让的投资很关心。中国大亨香港财产被贷方没收。南华早报。2016年以创纪录的近21亿港元和2.7亿美元的价格在香港山顶购买一处房屋而成为头条新闻的中国内地商人已被扣押至少3项资产，总计8.917亿美元。根据政府记录，
东亚银行 （BA） 指定的接管人本月没收了这座位于歌阜山路15号的9212平方英尺的房产。2019年上半年曾2度向东亚银行按揭，接管人一接手，他于2015年8月以3.87亿港元购入东半山 Opus Hong Kong 5楼豪宅。2019年8月抵押给交通银行。欧盟负责人警告成员国不要落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陷阱。悉尼先驱晨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警告欧盟国家，他们需要修正与中国的关系，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与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类似经济胁迫的目标。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访问中国之前，冯德莱恩在智库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让世界依赖中国，包括俄罗斯。他表示，欧洲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将取决于该国如何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人权问题。非洲和美洲也是欧盟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重点关注的地区。冯德莱恩表示，欧洲是去风险化，但不是与中国脱钩，并质疑习近平在中国自封零疫情战略后重返世界舞台的动机。他补充说，北京正在寻求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变革，并敦促欧盟使其技术和清洁能源供应商多元化。他说，我们关于我们如何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故事还没有完全写下来，它不需要是防御性的。台湾总统在中国威胁后抵达美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与中国大陆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抵达纽约。他在前往中美洲的途中在美国进行敏感的中途停留，计划于下周在加利福尼亚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举行会谈。如果麦卡锡会见蔡英文，中国威胁要进行报复。在访问纽约期间，蔡英文向台湾社区发表讲话，重申台湾仍然决心保护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他自冠状病毒登陆世界舞台以来首次过境美国，也是他自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第7次过境。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如有必要，将以武力将这个民主管理的岛屿置于其控制之下。然而，白宫敦促中国不要以台湾总统在美国的正常停留为借口，增加对台湾的侵略活动。中国监管机构正在寻找 SVB 本地风险投资的买家。彭博社。中国银保监会已与国内银行就可能收购硅谷银行 SVB 在上海的合资企业浦发硅谷银行 50% 的股份进行了讨论，以保护中国的银行体系免受美国公司倒闭的影响。SVB 成为10多年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此前该公司未能在构成其运营支柱的科技初创企业大量现金外流的情况下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中资银行正处于讨论合资企业的不同阶段，谈判还处于初期阶段。目前尚不清楚监管机构是否希望外国买家接管股份。根据公开文件，截至6月30日，该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亿元和 2.89 亿美元，总资产为人民币213亿元，但在2022年上半年录得净亏损人民币550万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是合资企业的中国合作伙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采访台湾前军事总司令。日本时报。退役台湾军官表示，台湾不具备抵御中国全面入侵的军事装备，必须重新考虑其当前的防御战略。他说，台湾自1949年以来一直依赖美国提供的常规军事装备。不过，自从中国经济开始扩张以来，解放军变得更加强大和有能力，这意味着台湾需要负担得起且有效的武器方式来保护自己。尽管台北近年来增加了国防开支，但他表示，这笔开支并不总是正确的，并呼吁台湾采取拒止战略，利用机动的、非常规的战斗能力来阻止中国军队。这些可能包括低成本、中短程、精确制导弹药、快速攻击艇、小型导弹突击艇、水雷和快速布雷舰。李说，要做出这种改变，就需要将思维从常规战争转变为非对称战争。新总理在商界领袖聚会上表示，中国有信心并有能力实现2023年的增长目标。CNN。中国总理李强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对中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该论坛为期4天，国际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齐聚一堂。李强在讲话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势头强劲，在稳定金融业的同时，将通过促进国内外市场的新措施来增强。由于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是巨额债务水平和劳动力萎缩，
再加上中国的零疫情政策，李克强的出现似乎为这个饱受商业信心疲软、投资下滑和失业率飙升之苦的国家提振了士气。中国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年度调查显示，25年来首次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前3大投资国之一。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军方在多方面合作。中国国防部路透社，中国国防部表示，军方愿与俄罗斯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访问遭到美国的谴责，但两国将共同努力实施全球安全倡议。中国总理警告，在美国紧张局势下，亚洲不要发生冲突。金融时报，中国总理李强表示，必须避免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冲突和混乱，以保护该地区的繁荣。就在北京警告说，如果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在访问加利福尼亚期间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他将进行报复之后，李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和商业领袖国际会议之一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讲话。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及其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等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也请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西方国家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越来越怀疑。李强还表示，北京将扩大企业市场准入，并寻求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随着埃隆·马斯克加入 GPT-4 风险合唱，中国人工智能股随百度下滑。南华早报，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受到重创，与该技术相关的上海和深圳股票指数本周迄今下跌 3.5%， 如果继续下跌，将创下3个月来最大的单周跌幅。人工智能数据资源公司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价下跌 11.5%， 人脸识别开发商云从科技股价下跌 7.4%。几家开始开发聊天机器人的公司已经宣布推迟或取消此类产品。最近，百度取消了其基于 ErnieBot 的智能产品的推出，对其股价造成压力。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敦促暂停人工智能培训后，股价进一步下跌，并警告称具有与人类能力竞争能力的系统可能会导致深远的风险。中国互联网审查系统的创始人也警告说，人工智能创造的信息茧可能造成危害。巴基斯坦等待中国就20亿美元贷款展期做出决定。路透社，据说中国正在考虑巴基斯坦提出的延长上周到期的20亿美元贷款的请求。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讨论陷入停滞之际，巴基斯坦正在努力维持外汇储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讨论仍然以该国为其国际收支获得外部融资担保为条件。中国此前已为巴基斯坦提供了18亿美元的再融资，预计很快就会正式宣布展期。该机制是2019年达成的65亿美元救助计划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正在寻求 IMF 提供的11亿美元资金，这将使该国能够获得其他外部融资来源。兰德保罗阻止乔什霍利在共和党分裂中禁止 TikTok。华盛顿邮报，参议员 Rand Paul 阻止了参议员 Josh Hawley 提出的禁止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提出的快速立法。霍利要求允许讨论他的禁止在美国设备上使用 TikTok 法案，因为有人指责该应用程序支持中国的间谍和宣传。然而，保罗阻止了这项动议，称该禁令相当于对第一修正案的攻击。他认为数据收集是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特征。共和党人此前曾表示 TikTok 应该受到限制。越来越多的美国立法者对 TikTok 获取其超过 1.5 亿美国用户的数据表示担忧。霍利的动议是限制其在美国使用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该应用程序已经在联邦和国际设备、州政府设备和一些大学系统上被禁止。两党法案限制信息和通信技术风险安全威胁的出现 Restrict 法案在白宫的支持下赋予商务部广泛的权力来禁止或限制 TikTok 和其他植根于外国的应用程序。虽然西方国家禁止外国应用程序的举措被视为旨在打击间谍和宣传的国家安全措施，但中国官方媒体批评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壁垒。3月22日，北京表示将强烈反对任何强制出售 TikTok 的行为。随着苏黎世吸引中国上市，伦敦寻求改善其游戏。路透社，英国驻华贸易专员约翰·爱德华兹 （John Edwards） 表示，伦敦证券交易所和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让中国公司在英国上市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以抵御来自苏黎世在欧洲二级市场的竞争。尽管近年来许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转向欧洲，但北京对外国上市公司的监管打压以及中美双边紧张局势加剧，阻碍了进展。尽管受到中瑞通计划更为直接的流程的挑战，英国的沪伦通于2019年启动，允许中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出售全球存托凭证。据说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在积极研究如何简化程序和降低成本。爱德华兹说，官员们已经确定了数百家可能在伦敦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的中国公司。中国碧桂园2022年核心利润下降 90%， 净亏损创历史新高。路透社，中国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控股在2021年至2022年的财务业绩中显示利润大幅下降。该公司的核心利润在2022年下降了 90%， 同时出现了净亏损，这主要受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和债务的影响危机。中国计划在医院进行随机抽查，以追踪 COVID。路透社，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概述了通过在医疗机构进行随机抽查来跟踪不完整和报告不足的 COVID-19 数据的措施。省级政府在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同时，日常抽查监督检查医疗卫生机构的疫苗接种管理情况，同时监测病毒感染报告是否存在隐瞒、延误或误报情况。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概述未来战略。美联社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中国的阿里巴巴正朝着放弃对其部分业务的控制权并成为转型中的资本运营商的方向发展，以优化其广泛公司的价值。这是该公司发展新阶段的一部分。此前该公司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成为中国监管机构的目标，这阻碍了该公司的金融子公司蚂蚁集团可能在2020年进行的 IPO。 分析人士表示，重组可能会缓解反垄断担忧，因为阿里巴巴业务集团的每家公司都可以独立运营，做出自己的决定并筹集资金。据章说，每个人都将成为商业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他概述了将其分成6个集团的计划，作为潜在股票上市的前奏。中国的银行受到不良财产债务的打击，贷款利润率受到挤压。日经亚洲，中国的银行最近面临逆风，较低的利率压缩了贷款回报，同时房地产坏账激增。尽管利润有所增长，但银行的全年收益报告凸显了中国当局在努力保持低利率以重振国家经济时面临的挑战。越南总理拜登讨论在各个层面加强关系。彭博社，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与美国总统拜登就扩大经济合作和确保供应链进行了电话交谈。会谈的重点还包括国防和安全问题，以及加强两国接触和交流的必要性。拜登确定了潜在的合作领域，例如贸易、清洁能源和向清洁能源转型。越南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中保持中立，阮富仲强调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然而，随着对中国侵犯南海的担忧加剧，拜登政府寻求加强其作为东南亚国家重要安全伙伴的地位。作为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越南一直寻求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北京警告台湾领导人登陆纽约将对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他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他在对中美洲进行正式访问之前，计划在纽约停留。此行受到北京的谴责，北京将台湾视为一个分裂的省份。中国驻美国代办徐学元警告称，蔡英文访美可能引发两国严重对抗，对两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评论员推测，蔡英文可能计划在他的一次中途停留期间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北京称此举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虽然美国官员试图淡化蔡英文的访问，但中国一再指责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在2020年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之后。拜登政府已采取措施，通过与华盛顿和北京的中国官员进行多次沟通，限制蔡英文此次访问的外交影响。蔡英文此行凸显了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新的共享国防技术的全面协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该协议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核动力潜艇舰队。马来西亚的安华敦促中国重振“一带一路”计划。彭博社，在上周访问中国期间，马来西亚总理正在推动中国重振“一带一路”倡议 BRI。
他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各国要警惕科技和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抬高成本，阻碍进步。他补充说，不受约束的竞争必须让位于积极的合作。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直到4月1日，届时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总额在2022年达到4871.3亿林吉特，1100亿美元。它也是去年马来西亚的最大投资者，占同期590亿美元投资的21%。安华对中国的访问是一系列旨在改善经济关系并重建马来西亚在多年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的全球声誉的访问中的最新一次。新加坡敦促美国和中国在紧张局势中稳定关系。彭博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希望中美两国努力稳定两国关系，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他警告说，紧张局势和随之而来的任何冲突都会给各国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并加深技术和经济体系的分歧。李还呼吁大国相互保持稳定和可行的关系，因为两国在军事安全、技术和贸易等问题上发生争执。新加坡试图与中国保持关系，中国是其最大的经济伙伴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的安全伙伴。观点：阿里巴巴也有最偏爱的孩子。彭博社，阿里巴巴 CEO 张勇和首席财务官在本周早些时候意外宣布分拆后，并未透露太多关于该公司6个新部门将如何运作的信息。淘宝、天猫电商、全球电商、本地服务、菜鸟智慧物流、云智能、数字传媒娱乐将全部由主要的阿里巴巴集团组成。阿里巴巴集团受益于将用户通过其平台转移到其他服务，而这些服务最终可能由竞争对手进行。淘宝、天猫是6家预计不会分拆独立 IPO 的唯一一家，占营收的 67%， 营业利润占比超过 100%。拆分后将负责新的云智能业务的张说，他相信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将继续下去。然而，一些人担心对跨公司关系的依赖可能会成为商业领袖的手铐，投资者会感到不安。相反，控股公司受益于集团其他公司的业务发展，回到淘宝、天猫是公司主要摇钱树的事实。公司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是吸引顶级人才的常用策略，但并不能保证成功。另一方面，如果部门选择单独上市，股权激励的问题也会上升。员工薪酬与个体部门的命运挂钩比欣欣向荣的集团更紧密。白宫对中国不要以访问台湾为借口。路透社，白宫敦促中国不要以台湾总统正常过境美国为借口，增加其对台湾本已日益加强的侵略姿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蔡英文总统抵达美国只是一系列例行过境中的最新一次。然而，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的，并发誓要将这个民主管理的岛屿置于其控制之下，必要时会使用武力。科比还明确表示，华盛顿仍希望重新安排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北京之行，因为疑似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而被推迟。作为往返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之行的一部分，蔡在纽约和洛杉矶过境。新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巩固控制，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该书详细介绍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聚焦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在亚马逊上提供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以及多种语言版本。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关键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提供易于访问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